他捡漏买了个玉佩，意外发现玉佩里竟然藏着个空间，既能种植养殖，也能囤放物资，甚至还有一口灵泉，里面一望无际，辽阔无边。还有那灵泉也是有奇效的。他是孤儿，可能是小时候吃过太多苦，长大后染上囤粮的毛病，正狂奔在收集物资的康庄大道上，谁知竟叫大卡车撞死，真是欲哭无泪。1971年，枣子岭生产大队。娘，不要丢下宝儿！滚开！天杀的！当年你下乡插队，嫌弃咱们这地方太苦，看上宝儿他爹是个当兵的，就死皮赖脸的嫁进咱家来。现在可好，落井下石不怕遭报应。老太太，您这话可严重了，啥叫我没良心？你们老钱家生了一茬又一茬小子，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能有一个小闺女。我给你们生了那死赔钱货，已经算是很够意思了。况且秦淮山他瘫了，下半身一点知觉都没有，往后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着。我还这么年轻，凭什么让我陪他那种残废过一辈子？此时，秦老太怀里的宝捂着脑袋，后脑勺疼得受不了。突然，她小脖子一歪，耷拉着脑袋没了气儿。但只过了1秒，她就呻吟着，徐徐地睁开眼。她穿进一本毁三观的年代文中，女主许春燕是她亲妈，前身她爸秦淮山因伤退伍，许春燕对秦淮山没好脸色，气死了秦老太，闹得秦家4分5裂，甚至还打死了亲闺女。在许春燕看来，生活不如意全是秦家害的。意外重生回来，重生后一心想抱上辈子青梅竹马的金大腿。那本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但后来成了煤老板，于是抛夫弃女，跟城里的干部睡了一觉，拿到名额得以回城。总之这人毫无节操。秦青只看了开头几章就恶心的。奶钱，奶钱，爸爸的，他拿了咱家钱。宝儿啊，啥意思？奶，他偷了咱家钱。秦淮山出事后，国家发了一笔退伍抚恤金，哪怕秦家帮他转院在省城治疗花掉了许多，但还是剩下200多。可书里写，那钱被许春燕卷走了。死鸭崽子，你胡咧咧什么呢？宝儿，没事吧？有没有伤着？奶，宝儿没事。这人真是我心透顶，典型的利己主义，心里从来只有他自己，从未考虑过别人，甚至还小偷小摸，连老秦家仅剩不多的那点钱也想要卷走。怎么？难道老秦家欠他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还有老四家的，把门堵上，按住这手脚不干净的，敢打我们宝儿，我看他吃了雄心豹子的。比起许春燕偷钱，反倒是许春燕打孩子更叫老太太生气。就从没见过这么当娘的，孩子一出生，许春燕就撒手不管了。如今孩子生着病，正高烧不退，她抬屁股就走，一点也不在乎孩子的死，甚至还敢打孩子。我老秦家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怎么就摊上了心？老不死，你老不死的，你敢？好半晌，秦老太从他贴身的衣裳里搜出那200多块钱，气得眼珠子通红。瓜子玩意儿，把他轰出去！穷山恶水出刁民，你们不得好死！上辈子秋收后下了一场大暴雨，当晚失手打死了这个赔钱货。秦淮山那个死摊子大发雷霆，差点活活掐死我。老天有眼，当时秦家房子塌了，房梁砸死了那个死摊子，一大家子死死伤伤，一屋子短命鬼。我看你们能有什么好下场？行了，都甭拉拉着一张脸。那众人走了，往后咱老秦家清静了，这是好事儿。可不是，好事，大好事。这叫啥事儿？宝儿他俩好好一个人，突然就瘫了。许春燕那薄情的撇下孩子走了，小孙女才3岁，这就没了娘，往后日子可怎过？奶，不哭，往后小宝养你吗？虽然他今年才3岁，但他有空间呀。刚一醒就发现了，上辈子那个玉佩空间竟然跟他一起过来了。刚醒就偷喝了一口灵泉水，不然发着烧四肢无力，实在难受。寻找机会再用灵泉水治好他爸的双腿。他上辈子囤了这么多物资，还有那大片土地可以种植粮食和养殖，空间时间加速的，一天相当于1年，往后小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的。但有个问题，东西是有了，可怎么拿出来呢？宝儿真乖，真是奶奶的小宝儿呀！宝儿退烧了，竟然不烧了。
之前这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叫一大家子愁够呛。宝儿不烧了，所以奶奶宽宽心，咱不犯愁好不好？宝，不哭，妹妹吃。老秦家人丁兴旺，有4儿2女，2个姑姑已经嫁人了，叔叔们也都成家了。秦青他爸是老大，但结婚最晚，以前常年在部队，工作太忙，把个人问题耽误了。这俩孩子才4岁，是四叔家的，是对双胞胎。但当年4婶怀孕时营养没跟上，摔了一跤早产了，以至于俩孩子生下来就比正常孩子分量轻，并且还2天一小病，3天一大病，这小身板也就越发单薄了。宝儿不吃，宝儿有这个。哥哥不吃，宝吃，快吃，我还有。真甜。如今这年代物资匮乏，家家户户都不富裕，过日子得精打细算来。何况老秦家正值多事之秋，秦青他爸出事后，积蓄都快用没了。孩子们从没吃过这种糖，这会儿真是甜进了心里，露出软乎乎的傻笑来。空间里那么多物资，怎样才能拿点出来呢？家里人都太瘦了。有了，波波，走。秦青扯着小八小九往外走。宝儿去哪？芦苇荡有野鸭蛋，咱们去捡大鸭蛋。其实芦苇荡没鸭蛋，但它空间里有蛙。遇见家里另外几个大孩子，于是就全叫上了。秦家孩子是真多，秦青是家里最小的，上头有9个哥哥，2叔家生了4个，3叔家3个，4叔家2个。孩子们一出门，像是浩浩荡荡的童子军，簇拥着小秦青，对小妹妹很是关照。尤其家里最大的孩子叫秦兆安，秦兆安今年才10岁，但年少老成，小岁数就已经像个半大的大人，很有几分当家大哥的稳重作风。宝儿上来，哥背着。冲呀！秦兆安平时喜欢板着脸，像个小冰坨子，这会儿眼睛弯了下，露出个不太明显的笑容。宝儿，芦苇荡真有野鸭蛋？当然，我见过。好在芦苇荡离秦家大院子不远，几个小的走累了坐下来休息，大的四处找鸭蛋。秦青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大眼睛转了转，看着钻进芦苇荡里寻找鸭蛋的哥哥们，悄悄地挥了下小手。他能隔空投物，控制的范围是方圆1000米。哥，快看！妈呀，真有大鸭蛋，好多呀！哥，咱快捡，省得被别人发现喽。走，咱再继续找找，看能不能多捡几个。这年头太苦了，大人孩子没吃过啥好的。家里养了几只鸡，但鸡蛋是硬通货，平时家里缺粮了，没油了，就拿鸡蛋跟人家换，舍不得自个儿吃，实在不行还能拿去供销社卖钱，一颗鸡蛋1分钱呢。秦兆安带着弟弟们在芦苇荡扫荡，还时不时的抬起头，不放心的看着秦青那边。秦青咧开小嘴儿，笑得可甜了。半晌，他觉着差不多了，正想喊哥哥们回来，突然看见不远处有几个孩子朝这边跑来。蝈蝈，来人了，快把鸭蛋藏起来！赵平，快藏起来！这边还没忙活完，就见一个小胖子，像个孩子王，带着一堆小萝卜头，呼啦啦的冲过来。秦青急了，这小胖子是秦二爷爷家的，叫秦狗剩。农村人家认为贱命好养活，那一大家子全都老极品了。回头看眼秦兆安那边，见哥哥们正忙着藏鸭蛋，不行，他得赶紧打掩护，不然到手的鸭蛋就没了。走！死鸭崽子，起开！秦兆安他们干啥呢？鬼鬼祟祟的，我刚离老远就看见了，他是不是在找啥好东西？关你什么事？死赔钱货！您吼谁呢？不过是个死丫头骗子，大爷爷家小子多，不待见小子，反而把那死丫头当成宝贝宠，打从当年一出生爱护的不行。听说小宝儿从前在秦家3天2头的吃蛋羹，呸！他一个死丫头也不怕折寿，那玩意儿连我都很难吃一回，大爷爷家也真是舍得。狗剩子，我弄死你，让你欺负我家宝儿，我抽死你，准欺负我们宝儿。反了你们了，竟然敢打我！起开，不准欺负我六哥！小赔钱货，全是你害的，看我不弄死你！大哥哥，你和我家没人了，敢欺负我们家宝儿，狗剩子，信不信我抽了你一身所有点天灯？我弄死你呀，让你欺负我们宝儿！
我咬死你们了！救命啊！拳头有劲儿碰拳，拳头没劲儿的直接上去，就跟一群狼崽子似的，逮住就要叫一个心。秦兆安，还有小赔钱货，你们给我等着！走，把鸭蛋带上，咱回家。大姑姑，疼不？不疼。奶，看有鸭蛋。哎呦，这些活祖宗，这是咋了？咋又跟人干架了？哪来的鸭蛋？咋这么多呢？在芦苇荡捡的。捡的？秦老太眼珠子一亮，恨不得立即去芦苇荡搜刮。没了，都被我们捡回来了，拿得干干净净的。好大孙儿，立大功了！走走走，正好让你娘给你们几个小的炒个鸭蛋吃，也快开饭了。这大半年因为秦淮山出事，也因为许春燕闹离婚，家里过得愁云惨雾，没个消停时候，就连小宝的鸡蛋羹都断了好些日子了。今儿许春燕那晦气玩意总算走了，咱就大方点，让孩子们补补嘴儿，就当庆祝了。老太太招呼着媳妇们去厨房做饭，几个哥哥像小大人似的帮着家里忙前忙后。秦青瞅瞅哥哥们脸上手上的淤青，眼珠悄悄一转，然后迈开小短腿，哒哒哒的冲进来。这个瘦骨如柴的男人是他爸秦淮山，身受重伤，昏迷了大半年，先是在部队那边的军医院疗养，然后又转院省城，直至前几天才苏醒过来。只是此刻他陷入低迷颓废的氛围中，神色覆满了阴霾，漆黑的阴谋更是一片死寂，看不见丝毫光亮。看着那鬼鬼祟祟的小丫头，不禁如临大敌，甚至还屏住了呼吸，生怕自己吓着小闺女。秦青进门时，秦淮山身形微僵，爸爸。而他这一声爸，叫秦淮山愣了愣，霎时一股子酸楚直冲眼底。闺女还从没管他叫过爸呢。闺女出生时因工作太忙，只来得及抱一下就被部队电报紧急召回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她出事后陷入低迷颓废的氛围中，所以前身怕她，一看见她就哭。在孩子看来，她凶神恶煞，只是个冷面阎王似的陌生人而已。爸爸，抱抱。秦青一咧嘴，冲他露出一口小米牙。秦淮山也试着冲闺女笑一笑。怎么了？有包包，疼。秦淮山轻轻摸了摸，果然摸见个肿包。爸爸，帮揉揉。哎呦，宝儿呢？咱家小宝儿呢？宝在大伯屋里呢。霎时，老太太变了脸色，她心惊肉跳，一股脑的冲向大房，但进门之前突然迟疑起来。秦老太趴在门板上偷听里面的动静，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她满脸纳闷，悄悄挪到大房窗户外，小心翼翼地往里面瞅瞅。小娃娃坐在炕上，白净的小脸笑嘻嘻，脸颊上还露出两个讨人喜欢的小梨窝。而秦淮山一扫连日来的阴郁颓废，如今那冷峻的阴谋竟满是温情，看闺女的眼神简直能溢出水来。老太太眼一红，不禁捂住嘴，心里既是酸涩又是欣慰。她没敢惊动屋里的父女俩，扭头就回厨房了。娘，没事吧？没事儿。咱家啊，总算熬出头了，挺好的，都挺好的，往后一定能越过越好的。秦青跟他爸待了一会，假装在抽屉里找药油，其实是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回头跟他爸告别，看到他爸在偷偷抹眼泪，不知道因为小闺女叫他爸，还是接受不了自己身体。爸爸，不哭，还有宝儿在呢。爸答应宝儿，爸不哭。六哥，涂油哦。哪来的药油？家里柜子掏的。但瓶盖太紧，孩子们拧不开，最后去找了秦二叔。秦二叔看着这崭新的药油瓶子，一脸惊讶，这玩意挺贵呢，平时家里都舍不得用。但在秦青殷切的注视下，二叔二话不说，立即拧开了瓶盖子，挨个帮孩子们揉搓着乌青，叫孩子们疼得龇牙咧嘴直叫唤。哎呀呀，疼疼疼，吃疼。该看你们下回还敢不敢跟人干仗。当老秦家阖家温暖其乐融融时，狗剩挨了打，越想越不甘，他磨磨蹭蹭的回家了。哎呦，我的大孙子呀，这咋整的？咋被打成这样啊？
乡下孩子平时招猫逗狗，人嫌狗厌，脾气一上来相互间打个群架，那都正常，大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比如秦老太，虽然之前惊讶秦兆安嘴巴青了一块，但也没说什么，反正孩子皮实，而且孩子自己闯的祸，自己去摆平。老秦家那边教育孩子向来是这个态度，男孩子就得养得厉害点儿，当然小孙女就不一样了，那是用来疼的，谁敢动小孙女，全家都得跟人挤。奶，是大爷爷大奶奶他们家小宝那个死赔钱货挑事儿，秦兆安他们揍我。狗剩立即向秦二奶奶告状，他知道他奶是个泼辣的，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果不其然，好啊，个小浪蹄子，那死鸭崽子才多大，竟然敢让秦兆安他们打我大孙子，他还要不要脸了？跟他那个知青娘一样，全是天生的贱货，这么小就学会识剁人了。秦二奶奶骂了一路，直至来到秦家大院。郭咏梅，你给我滚出来！你来干啥？你还敢问我来干啥？宝儿那死丫头呢？死鸭崽子没安好心，看我今儿不弄死他！赵大花，你骂谁死鸭崽子呢？什么死不死的？你少在那儿咒我家宝儿！我呸，还宝儿呢？你们还不知道吧？许春燕陪城里的干部睡觉了，当时还没离婚呢，就陪人家滚一张炕上去了。那个小娼妇给你家秦淮山戴了绿帽子啊！像他那种不干不净的脏东西，能生出什么好玩意儿来？保不齐你们一大家子当了冤大头，帮别人养了孩子呢。你瞅你孙瞅瞅那个孙子！谁知道那死鸭崽子是不是你们老秦家亲生的？你说什么呢？我家宝跟淮山长得一模一样的，不是淮山亲生的，又还能是谁的？你长没长眼珠子？秦老太一听就怒了，抄起立在墙角的扁担削过我抽死你这个老钱婆！我让你管不住嘴！秦家几个媳妇也全炸了。秦二奶奶占着个被子，他们得管秦二奶奶叫声姐，这当晚辈的肯定不能打长辈，不然非得扇上几巴掌。秦青眉眼像秦淮山，那小鼻子小嘴长得像秦老太，一瞅就是老秦家的孩子。许春燕没少嫌弃宝长得不像她，一看宝就心烦，总说白生个闺女，索性撒手不管了。是几个弟媳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小娃娃带大，那就跟他们亲闺女一样，都疼进了心坎里。这会儿几人气不过，冲上去拉偏架，嘴上喊着别打了，别打了，快消消火，实则偷摸下黑手，叫秦二奶奶吃了不许喝，被削了好几下。秦二奶奶头昏眼花，她又气又怒，没天理呀！为了一个父不明的小杂种，竟然这么对我这个老妯娌！郭咏梅，你没有心啊！你再敢骂一句试试，看老娘不撕烂了你的嘴！秦老太气得眼珠子通红。秦青也听见了，宝乖，咱不哭，咱也不生气，回头二叔让赵安他们帮你揍狗剩，把狗剩扔进粪坑里。你二奶奶来一回，咱就扔狗剩一回，看他往后还敢不敢来闹腾。秦青一愣，扑哧一声，忍俊不禁。能有这样的家人，他真是太幸福了，太知足了，再也不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了。二叔，你怎么这么好呀？大房屋里，秦淮山也听到了。秦淮山一脸阴狠，他攥紧了拳头，手背上青筋鼓胀，那脸色冷得骇人。他看着自己这双腿，膝盖以下没任何知觉，他一拳砸在腿上，赤红着一双眼，神色越发狠厉。什么东西？往后我见他一回打一回，还真以为老娘是吃素的了。娘，这事得管了。宝儿还小，但总会长大嫁人，不能落个坏名声。唉，他妈许春燕抛夫弃女，宝儿已经没面子了。秦二奶奶口无遮拦，要是传出闲话，宝儿肯定得被人讲闲话。我知道。咱家好像还有瓶老大从部队带回来的二锅头。老婆子，你找找，等会儿我找大队长聊聊。坑，求人办事得带伴手礼，这样才有诚意。这边商量妥了，秦二叔知道秦二奶奶一家人肯定惨了，不过秦二叔是个言出必行的性子。
够生耐，够生耐，快快快！你家狗生掉粪坑里了。到底是哪个生孩子没屁眼的缺德玩意，心肝咋就烂透了？哎呦我去！凭啥这样对我家狗生？我大孙子真是遭了大罪了。今儿出了个大丑，被这么多人看见了，以后都没脸出门了。咋回事？到底是谁干的？哭有个屁用啊！你倒是说啊！我哪知道啊！我在河边玩得好好的，眼一黑就叫人套了麻袋，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一声不吭，好几个人揍我一个，还把我扔进粪坑里了。咋回事？这都哭啥呢？哪来的黑心玩意儿？别叫我知道是谁干的，不然我老头子饶不了他们。老秦二叔啊，咱们大队准备上山开荒，这光荣伟大的任务算你们家一份，你们可得加把劲儿啊！啥？明儿一早后山集合，不能迟到，不然耽误了大伙上山开荒，您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交代完，大队长就麻溜的扭头走了。这主要是不走不行，秦二爷爷家臭烘烘的，他刚喝了一杯秦老头送的二锅头，不走怕被熏吐了。谁愿意开荒啊？开荒可累人了。晴晴从小跟爷爷奶奶睡，这回晴晴偷听屋里动静，确定老两口睡熟后，闪进空间。白天总有家人跟着，不方便进空间。空间里有个古色古香的大宅子，躺在柔软的床上想着接下来计划。不知为啥，穿过来后行为很幼态。老两口年事已高，身体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他爸还有腰腿伤，老八老九体弱多病。对了，灵泉水。上辈子他只喝了小半杯就洗精乏髓，皮肤体质都有好大的变化。避免变化太大引起外人怀疑，还是每天加一点点进水缸里，慢慢帮家人改善体质。他的物资里有不少不适合如今这个年代东西，他用意念把有用的单独整理出来。刚忙完。对了，书中提过10月秋收，秋收后枣子领下了一场大暴雨，秦家房子塌了，当时是深夜，很多人没能逃出来。他爸秦淮山就是被砸死的。1971年正值特殊时期，外面停课，全国高考1977年才恢复，还有6年，家里格格没学上，得格格请老师。80年代，包产到户等政策落实，国门大开，上头扶持个体户，带全家做生意当万元户。90年代20出头，那是可以炒股炒房赚钱的年代。哎呀妈呀，这不比活在21世纪当房奴车奴好吗？哎呦我的妈！天蒙蒙亮，晴晴刚从空间出来，爷奶就起床了，又躺了一会。有胡子，疼。大伯，不是我说您，但您得收拾收拾了。正好我爸等会儿去公社，让他给您捎把刮胡刀。公社？家里粮食不多了，得买粮食。嗨嗨，二叔，什么是公社呀？怎么，宝也想去？他一眼看穿晴晴的小算盘。二叔，公社一定很大，对不对？宝儿还从没去过公社呢。二叔带我一起好不好？这行，把宝儿带上吧。不过你得买粮，把赵安也带上，让赵安看着咱们宝儿，免得宝儿走丢了。成。我们也想去，我们也能帮忙照顾宝儿。去啥去？坐牛车一个孩子1分钱呢。你们要是都走了，谁帮忙打猪草？麻溜的，都赶紧起来！你们4婶已经把饭做好了。可恶，我啥时能长大？啥时才能不用打猪草？等以后自己挣了钱，要天天带宝儿去公社，给宝儿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哼，这咋了？我又哪儿得罪这些弟弟了？今天轮到4婶做早饭，
熬了一锅苞米碴子粥，他特意放了一小撮红糖，他从娘家弄来的，想给孩子们补营养。这年代糖是特供体，别人都是藏着自己都不舍得吃，他3个婶婶从来不分你我，有好吃的家里10个孩子都有份。爸，吃饭。大人为省粮早上不吃饭，但孩子们吃。宝，吃饱没？牛车要走了。好啦。以前都是几个婶婶喂，但20几岁灵魂的他怎么好意思？孩子在幼儿期动作未协调，吃的哪都是。哎呦喂，我的乖囡囡长大了，会自己吃饭了，来给擦擦。二叔，要坐多久车呀？要大半个小时呢。俺老朱50公里只要1颗白菜。小宝儿到公社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买粮？南方发大水，粮食都被征去赈灾了。供销社有米面卖，但价格比粮站贵点，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也只能去供销社买应急粮。路上晴晴很乖，父子俩轮流背着货抱着她，她还悄悄观察公社物价。这可真便宜。听说你家弟妹娘家大伯的女儿婆家的表舅家的三姑婆家的女婿的姐夫家的，俺喘口气。89岁，叔公升1级职工呀。谁说不是？工资20多块钱来。羡慕哦，俺大壮一天最多挣满10公分，1个公分3分钱，一天也才3毛钱而已。这样一算，农村一个壮劳力月收入才9块钱而已。秦家大人多，但小孩也多呀，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得快点想个办法，合理的拿出空间里的物资才行，这样下去不饿死也饿残。太难了，真太难了。什么太难了？宝儿，怎么了？又长跳蚤了？啥？臭蝈蝈，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了啥？哼，人家干净着呢，昨晚已经在空间里洗澡了，赶什么跳蚤？不过，宝儿想尿尿。爸，宝儿想尿尿，我带他去方便。亲，我在这儿等你们。哥哥嗓门太大了，刚才嗷了一嗓子，整个供销社都知道他憋不住想尿尿了，太社死了。他也是20几岁的灵魂了。晴晴是个小姑娘，秦兆安没让她像弟弟那样随便找个地儿，而是带她拐进没人的小巷子。宝儿，你自己会脱裤子吗？家这种事都是几个婶婶帮晴晴解决的。小8小9都已经4岁了，还经常尿床尿裤子呢。我能成，我自己来，快走快走，憋不住了。晴晴见四下无人，立即冲进空间里，飞快解决。蝈蝈呢？我那么大一个蝈蝈呢？哎呀妈呀，啥情况？接上集。宝贝起床。遇见洪秀章。这柜子怎么还上锁了？撬开，里面肯定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嗨，80！男人粗暴地拉开柜门，看到浑身是伤的楚恒，不禁一愣，吓死我了！咋是个小孩呢？没想到里面藏着个孩子，这孩子6、7岁的样子，看起来像个小傻子，脸上面无表情，也不知道害怕。老大，快看，这小子怀里抱着一本书。书？什么书？好啊，怪不得被人举报了，把这兔崽子给我拽出来。恒恒，你们干什么？你们有什么事冲着大人来？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老不死的，滚开！少在这儿碍事！放开恒恒！老爷子双目通红，想还手，可他是文人，明白还手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噩梦。他半截身子入土，不怕死，但有家人，孙子还小。原来是语录，我还以为是窝藏了什么外国名字。给我搜，任何可疑的都不能放过，就算是掘地3尺，也得给我搜出证据来。没事了，没事了，恒恒不怕，咱们不听不看，都忘了吧，忘了吧。
那些人搜不出东西，不甘心地走了。这一切如狂风暴雨来时，气势汹汹，走后止于一片狼藉。外公、外婆，外婆，你们流血了。没事，没事，外婆一点都不疼，你外公也不疼，他呀没挨打，他是不小心摔的。骗子，大人全是骗子，外公外婆也是骗子，明明不是他们自己摔的，明明不是。可他并没有拆穿这拙劣的谎言，一声不吭，瘸着腿走进屋，在乱糟糟的屋里找医药箱、弹粮食、钱票等值钱东西都没了，全被那些人搜刮走了。晴晴小心肝砰砰直跳，她生平头一回见到那样的大场面。哎呀妈呀，吓死了，吓死了！比电影里的古惑仔还吓人。可不是，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人打架，这小说鸡鸡打架，崩溃了，崩溃了，彻底崩溃了。那个阿婉，快看！里面装着20斤粗粮、一些青菜，还有医疗用品、白纱布、药油等等。这么多年了，两位老人头一回收获这样的善意。他是谁？为什么帮我们？还是在原地等姑姑吧，应该他会回来找我的。那两位老人家应该是高知识分子，衣着虽然朴素，但举止不凡，气度尊贵，应该是被批斗的地主。幸好我家只是普通人，太惨了。我大姑姑呢？怎么还不来？接上集，一生爱听八卦的中国宝在巷子等了好久，哥哥突然醒悟。对了，会不会是进空间时那伙人正闯进来，大姑姑发现我不见了，所以才离开的？啊呀，笨死了，笨死了！他肯定是去找我了，肯定急坏了。等下该怎么解释呢？我还傻不愣登的在这看八卦，这会儿我成了八卦中心了，真棒！保安呢？咱家小保安呢？宝不见了。晴晴还真是猜对了，之前那些人来者不善，一把推开秦兆安闯进巷子。秦兆安去找晴晴，却发现晴晴已经不见了。走，你快带路，保安那么小，肯定跑不了多远，他肯定还在那附近，咱们得尽快把他找回来，不然万一遇见拍花子，万一被人拍走。秦二叔越想越害怕，秦兆安难得露出与他这个年纪相符的情绪来。这小短腿烦人，咋感觉怪怪的呢？哪不对？现在的拍花子都这么迅速吗？都不用培训，才10几分钟，小宝就起跑上了。二叔，大姑姑，晴晴差点没哭出来，之前是真的受了惊，而且也太累了，小短腿走10步没1米，这一路摔了好几次。宝，怎么10几分钟不见就起跑上了？是谁逼的？不怕，告诉哥哥，让二叔去揍他。这傻儿子不想要了怎么办？啥？我不就是刷起跤吗？怎么就成乞丐了？没有的事。宝，吓死二叔了！你刚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了？没遇见坏人吧？晴晴心想我在空间，但这话不能说。这大街上人来人往，万一被谁听见了，传了出去，以为我宣扬妖魔鬼怪、封建迷信呢，那不得被批斗？不行不行，那太可怕了，往后这事得烂死在肚子里。二叔，宝儿没事，宝儿藏起来了。吓死叔叔了！走，咱们赶紧回家。都怪我，宝一定吓坏了。早知道就不带宝去那条巷子，或者宝不见后冷静点，别慌，耐心在附近找找。都怪我。这一大两小受了惊，秦二叔本想带宝在公社逛逛，给宝买大肉包子，但出了这事，
临时改变主意，连回村的牛车都不等，就抱着孩子一路奔回村。出发早，到家才上午10点多。大伙儿下地干活，忙着挣工分。家里只有秦青他爸秦淮山和二哥秦兆平在家。秦淮山下半身瘫痪，身边得留个人照顾。秦兆平留在家里帮秦淮山端水递东西。怎么了？虚惊一场。不过宝儿好像吓到了。回来路上我问了好几遍，宝儿说没事，但没准晚上会做噩梦。秦二叔也是愁，心想风气太严了，不然想请个大仙过来帮宝叫活儿，免得孩子真出什么事。宝儿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没有，宝儿没受伤。秦青老老实实的被他爸拘了一上午。爸，喝水。中午大伙回来吃饭。儿子，怎么了？你呀，我是你呀呀！奶，宝儿真没事。秦青舍不得二叔被骂。我的乖孙女可吓死奶了，那事儿听着都吓人。宝儿不怕，奶给你呼噜呼噜，摸摸毛啊，吓不着啊，摸摸耳啊，吓一会儿啊。秦青被老太太捏着小耳垂，小嘴一抽，想笑吧，还挺无奈的；不笑吧，还挺尴尬的。大孙子呀，这不怪你，这不也没事吗？宽心。大姑姑，对不起，宝儿不该藏起来。坏了，都忘了儿子也吓到了。媳妇啥时候也给我生个小闺女呢？生了4个都是臭小子，不怪我不上心。奶，喝水。我们宝儿就是乖，真是奶的贴心小棉袄。他喝了一口水，只觉积攒一上午的疲惫霎时清空，但没多想，只以为是心理作用。他把家里的水缸兑了灵泉水，乐颠颠的挨个喂水。对了，你们听说了吗？昨天秦狗剩那小子挨了一顿打，被人丢进粪坑了。昨天二叔说要让赵安他们把狗剩摁进粪坑里，感情这是真亮啊！二叔呀，捏坏的脸。上午在公市转了转，大概了解了当下物价，要重新盖房的花不少钱，就算盖最便宜的土坯房，家里就200多积蓄，可能不够。盖房是大工程，自家人力不够，得请人等于中旬了，马上要秋收，根本找不到人，等不起了。不行就翻修一下吧。怎么才能让他们同意修房子呢？胡说八道会不会被打？奶，咱家房子是不是要塌了？瞎说，咱家房子结实着呢，住了好几10年了，怎么可能会塌呢？可是宝儿之前做梦了，宝儿梦见个大姐姐，大姐姐告诉宝儿，咱家房子要塌了。这都啥梦呀？当不得真。姐，我有乌鸦嘴吗？与此同时，春城木材厂，那不是许春燕吗？当年在城里惹了麻烦，下乡插队避风头，听说在乡下找了个人家，他爱人是个当兵的。可不是，他还挺有福气的。听说他男人在部队发展不错，是个银子干部来，这也算是个军官太太了。这咋还回来了？还被人打成这德行？全怪秦宝儿那个死丫头片子，不然我早就带钱跑了，也不至于挨上一顿打。上辈子就是今天，秦家堂屋塌了大半儿，只修补了堂屋，1个月后下了一场大雨冰雹，除了修补过的堂屋，其他房子全塌了。秦淮山4兄弟全被房梁砸死了，9个小孩只剩下小6、小8和小9 3个孩子，死老头大受打击，没熬过冬天就去了。至于许春燕，她觉着自个儿挺有自知之明，一件事情不对就立即卷包袱逃了，但半路遇见人贩子，等回来时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缺德玩意儿，那一大家子全是短命鬼，最好全都死绝了，砸死一个少一个。赵安、赵平，外头出事了，快出去看看。哎呦我去！奶，这
这房子咋塌了？咋还真塌了？咱家宝的小嘴巴是开过光吗？前脚才刚说这房子似乎要塌，下一秒竟然真的塌了。哎呦我去，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窝嘴的体质呢？关于塌房这事儿，书中一笔带过，他了解不多。原本只是想借着做梦这个借口向家里示警的，谁知竟然还能言出法损。唉，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奶，堂屋塌了，那另外几屋是不是也要塌啦？老太太本来没往这边想，可晴晴一提醒，尤其刚刚晴晴小乌鸦嘴，刚说完房子要塌，堂屋的屋顶就砸了下来。这会儿秦老太真是怕了。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还有老四家的，快，把孩子们从屋里领出来。还有淮山、老二，快把你大哥背出来。还愣着干啥？走，离房子远点。哎呦我去！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老四家的，你三看好孩子。老二、老三，你俩检查下所有屋顶。老四，你跟我来。老婆子，我进屋检查，你在外面主持大局。你腿脚不好，有事你跑不出来，你在外面看着。宝不怕，不哭，有九哥在呢。没事的，晚上不要做噩梦，宝不怕。这俩才4岁孩子，懵懵懂懂，不太清楚家里发生了啥事，却下意识像大人一样安抚妹妹。宝儿不怕，哥哥们也不怕。在秦老太安排下，很快检查完了，还好大家都午睡了，没人在堂屋。不幸中的万幸，没人受伤。你呀，这屋房梁子老化的老化，蛀虫的蛀虫，来场暴风雨就要倒了。秦二叔还真说对了，几乎所有的房子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唉，这可咋办？就厨房情况好点，今晚先让孩子们睡在厨房吧。我媳妇已经把被褥拿出来了，虽说入秋了，但挨着灶坑，应该冷不着他们。是啊，房子那样，我如今一进屋都提心吊胆的。对，娘，这房子得弄一弄了，不然万一……咱家钱盒子呢？拿出来没？拿了，全在这儿呢。老太太拿出钱盒子，里头是零零碎碎的一些粮票、邮票，还有布票和200多块钱。今天就先这样吧，先让孩子们睡厨房，咱这些大人就在外头凑合一晚上。明儿我去大队长家借牛车，去砖窑厂拉点泥砖回来。还有房梁子，咱家那些房梁子也得换了。明儿让老二他们上山伐木头，咱们自己做房梁，能省不少钱。这事儿算是定下来了。秦老太看着盒子里的钱，不禁一阵心疼。她刚刚心里算了一笔账，就这一波，至少也得花个80、90。秦老太愁得不行，但也知道这钱不能省。秦淮山躺在院子的躺椅上，之前他过得浑噩噩的，很多事没考虑到，现在看到全家为钱发愁，皱着眉，摸着眉之觉得双腿思索起来。晚上，婶婶们把厨房收拾干净，褥子铺在地上，9个哥哥跟小晴晴挤在这间小小的厨房。二伯，宝儿拉裤子了。四哥，好听吗？好听，马桶塞灰的好棒，我给499分。啥？什么叫马桶塞？没文化真可怕，这叫指挥棒。满分多少啊，蝈蝈？满分500，只能给499，怕500找你，他都是靠手指挥，你都有马桶，喷，指挥棒了。四哥读1年级喽，会拼音喽，老厉害了，不是没文化的小屁孩了，你别骗我。宝儿，你一直拿着没味道吗？万一粉丝们正在吃东西，影响多不好。哎呀！哎呦我的妈！吵吵闹闹中，孩子们东倒西歪的，陆陆续续睡着了。闹哄哄的晚上就这么过去了。晴晴不知何时入睡，
反正一觉睡到天亮。早上孩子们起来时，秦老头带几个叔叔拉回不少土方砖，二叔上山伐木去了，婶婶们也在收拾。昨天大人们在院子里凑合一晚，白天家里翻修房子，院里乱且灰尘大，秦老太就让赵安他们带晴晴出去玩，省得磕着碰着。上山后，秦兆安带大孩子打猪草，晴晴带小孩子四处转。翻修房子是体力活，得拿点东西出来给家人补补，怎么拿出来呢？呀，六哥，看，有鸟巢，里面是不是有鸟蛋啊？鸟蛋，快去找二叔，让二叔掏鸟窝。蚊子再小也是肉，鸟蛋虽然小，但胜在数量多，他这回可拿出来不少。咋了？怎么过来了？二伯，宝儿拉裤子了。咋还拉了？是吃啥东西坏肚子了？不行，走，咱快去看看。美莲，宝儿拉裤子了，那裤子肯定不能穿了，快回家拿条干净的。哎，好，我这就回去。不行，我也跟着瞅瞅，宝儿咋拉裤子了？家里吃的没啥问题，难道半夜踢开被子着凉了？晴晴还不知，他六哥为了把人喊过来，竟然冒出这种虎话来。二叔，鸟巢有鸟蛋。鸟蛋肯定老香了，二伯，快，咱们掏鸟窝。那边还有，这边也有。这都掏了半天了，竟然还有。三婶也没闲着，她身手利落，在娘家时就是出名的假小子，爬高上低的本事秦二叔都比不上。四婶过来时，七哥已经把赵安他们喊来了，让这几个大孩子帮忙一起拿鸟蛋。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掏了好几百个鸟蛋。走，快走，别被发现。你们照顾好妹妹。接上集，晴晴从空间里拿了几百个鸟蛋，大家高兴坏了。没有篮筐了，是不是不用打猪草了？想屁吃呢？你把你饭让猪吃吗？谁回去拿筐呀？一会一人抱点回去就行了。今天可以少割点，早点回去，奶煮鸟蛋吃。听到吃鸟蛋，大家喜笑颜开的割猪草，从未有过的速度。再搞点肉。大哥哥，那边有兔兔。秦二叔回来继续砍木头，但刚砍了几斧子。咋了？宝在山上发现兔子，我们抓了4只，加起来得有60多斤。哎呀，兔子？哪来的兔子？竟然那么肥！这年月人都吃不饱，更何况是山里散养的野兔子。哎呦，这咋还闹上肚子了？咱宝刚刚就闹过一回肚子，这咋还换上我了？来，赵兰，快扶我一把！父子俩顺利退出众人的视野。不远处，秦二奶奶也上山了。之前秦二爷爷眼前一黑，两腿一蹬，没病愣是装病，像一夜间病入膏肓。若只他一人也就罢了，问题是秦二爷爷家的几个儿子也有样子样，懒驴上磨屎尿多，不是肚子疼就是腿疼，还有人捂着脑袋瓜子招呼肚子疼。总之是罢工，不想来开荒。但大队长也不是好相与的，笑眯眯的亲自上门，明着暗着敲打警告。这一家子跟死了娘似的，在大队长的软硬监视下，只能收拾，不情不愿地跟着大部队上山。然而干活时磨磨蹭蹭，浑水摸鱼多的是，就这还拉长了老脸，活像他们受了多大委屈。呸！闹肚子，该咋不闹他们，拉脱他们？尤其是秦宝儿那个小，听说他家房子塌了，咋不砸他呢？老天爷可真是没长眼啊！老秦二婶，你心思咋这么毒呢？好歹一笔写不出2个秦字来，您两家可是亲戚。不盼着人家好也就罢了，竟然还盼着人家死。就是，而且人家宝儿是个小孩子，他小豆丁一个，哪儿得罪你了？竟然把人家骂得这么狠！我呸！你们懂什么？那是小年纪不学好，跟他那个知青娘一样，全是天生的狐妹子，
今儿我全家辛苦上山开荒，可老秦家因翻修房子，全家集体向生产队请假享清闲。越想越不甘，他老脸一拉拉，心里合计起来。这年头缺吃少穿，这几只兔子一身肥肉膘儿，到底咋长的？咋吃这么肥呢？走，先拎回家。这一家人路上避着人，鬼鬼祟祟的回家了。哎呀！刚刚儿媳妇们拎回来2大筐鸟蛋，秦老太笑得合不拢嘴，回头看到这一大家子鬼鬼祟祟回来，咋了？是不是叫人看见了？外头又有人红眼病了？没叫人看见，是有好事儿，您快过来。哎呦，这哪来的兔子？咋这么肥实呢？宝儿在山上发现的。我的老天爷，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肥的兔子，这么多的鸟蛋。谁说不是呢？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信。好像自从许春夜那瘟神一走，咱家日子反而越过越好了。都闭嘴，提他干啥？再说了，这是咱宝儿有福气，之前在芦苇荡捡了几10多个大鸭蛋，今儿又上山掏了那么多鸟蛋，还有这4只大肥兔子，全是宝儿的功劳。哎呦，可不是嘛，咱宝是个福娃娃呀，这是老天赏饭吃。大伙一寻思，好像还真是这个理儿，他们老秦家还真的出了个福娃娃。咱宝是个有福气的，咱这是沾了宝的光啊。秦青作为当事人，一脸茫然，旋即就豁然开朗。福气我啊，坐实了这名声，立个小经理人设，往后再拿物资也方便多了。娘，这4只大肥兔子，最肥的那只估计得有18、19斤，要不明儿拿去卖了，盖房子还得花不少钱呢。秦青一听，急得不行，还好他乃虎视虎点，但对自家人不抠搜。拿2只卖了换钱，另外2只平均分成几份，家里吃1份，剩下的你们带回娘家，送2份去给你俩妹妹。估计大家都好久没开荤了，大家都尝尝荤腥味儿。宝儿哟，别吓哥哟，哥还小，不惊吓。吃肉，吃肉，今天有肉肉。兔兔好可爱呀，兔兔好香呀，好想吃兔兔。奶说还有炒鸟蛋，还有蒸鸭蛋羹。今天过年了。可不，这席面，很多人家就算逢年过节都未必能吃得上。刚吃饱喝足，秦青正端着杯子挨个投喂灵泉水。家里难得吃一回饱饭，他怕大伙撑坏肚子。院子外头传来一阵吵闹声，乡亲们大伙儿都来评评理，哪有像他老秦家这样的？这秦二奶奶又想闹啥？3天2头的，看戏看戏。老秦二婶，撒手撒手，快别扯了，袖子都快扯坏了。没这个道理，咱们大伙上山开荒，那多累人啊！等往后荒地里种出粮食，难道他老秦家不跟着一起分粮吗？凭啥就咱们出苦出力？凭啥他老秦家啥也不干？队长爷爷，宝儿家房塌了，难道不能修房吗？可是二奶奶家也塌过房，为什么外奶奶家可以修房，宝儿家里却不行呢？那一口小奶音可真是把人萌死了。大队长看得很是稀罕。哼，老秦二婶，实不相瞒，开荒这事儿本来是自愿参与的，不是强制要求的。我提前向上头申报过，但凡是参加开荒的，全都额外补贴1毛钱。人家老秦大姨家想挣这个钱，可以来报名，但人家家里出了事，腾不出手来，不来参与这任务，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你们一家子，平时出人不出工，出工不出力，你自个儿算算，你们一家欠下大队多少活儿？哼，你们一家必须得把那些活儿补上，不然别怪我年底结算时让会计扣你们粮食。啥？秦二奶奶傻眼了，万没成想，这一波竟然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行了行了，这大晌午的都散了吧，下午还得出工呢。秦二奶奶自是不甘愿，还想再闹腾。这样吧，老三，
在呢。回头大伙开荒，你跟着一起去，家里这边有你二哥他们帮着，用不着你操心。成。赵大花，说来我们一家还得感谢你呢。谢个啥啊？咋觉着这糟老头子没憋好屁呢？果然，要不是你来闹这么一通，我们一家还不知道原来开荒有额外补贴。正好我家翻修房子买材料花了不少钱，可真谢谢你了。回头等我家忙完，我家肯定全都报名，正好也能多挣点钱。你这是给我们老秦家弄来一条财路啊！咦，还能这么玩？原来你也是个蔫坏的。原来这方面，二叔他是随了你啊！秦二奶奶气得脸铁青，半晌说不出话来。那老婶子直哆嗦。可不是，赵大花，咱得感谢你。哎呦，这就是亲戚，这亲戚可真好，帮着我老秦家搞钱呢。是呀，老婶子，您对我们一家可真是太好了。你们，这场闹剧就这么散了。不过秦青心里挺美的，真好，全家没有半个拖后腿儿的，全都很给力。接上集，秦二奶奶去宝家找茬，反而被气晕，被人抬回家后，没事吧？他们大房也太过分了，凭啥这样？快把咱娘气的，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就是有他们这么做人的吗？咱娘都一大把岁数了。这边也不想想，秦二奶奶完全是自找苦吃，谁让她整天蹦跶找人家不痛快，她气晕也是罪有应得。秦二奶奶越听越是气得黑了脸。开工了，打的仗让咱大伙集合呢。听见外面的吆喝声，秦二奶奶又是脸色一青。那大队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偏心偏得没边了，向着老秦家欺负咱二房。娘，您这是要干啥？您才刚醒，要不您今儿就在家躺躺，好好休息休息吧。休息个屁！走，咱上山。哥哥，咱也上山呗。好，再割点猪草，明天不用早起。下午日头大，开荒是真挺累人的。秦青生怕他三叔累着。三叔，喝水。道儿，够了，三叔都快喝撑了。三叔真不渴，真喝够了吗？秦青觉得灵泉水既能治病又能解乏，开荒这么辛苦，得多喝点。真不渴，倒是你出了不少汗。然而不远处，秦二奶奶心里窝着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下午执意上山找老秦家麻烦，可秦三叔干活很麻利，他想挑错都挑不出来。直到这会儿，他阴阳怪气了起来。我呸！瞧他那个稀罕劲儿，那是秦淮山家的，又不是他老三秦淮河家的。再说了，一个丫头片子，至于吗？丫头片子全是养了也白养，往后长大了嫁人，保不准得便宜谁，生了孩子也不随自己家的姓，这是帮外人养丫头呢。秦二奶奶跟唱大戏似的拉长了大嗓门。我说您老太太是不是闲的？我稀罕我家宝儿，关你什么事？再说了，咱两家可是早就已经分家了，您有空管我们，还不如管好您自己家的那点破烂事儿。您当您自己是什么干净人呢？秦青一愣，妈，爷，三叔这嘴好毒啊，长得美，嘴刀子有够犀利，像个蛇蝎美人似的。秦淮河，你咋跟我说话呢？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可是你亲二婶，你咋就这么不孝呢？抱我的，想起来了，就是那回我爹说我小时候，别人都夸我们兄弟长得好，你听了不舒坦。我也就宝儿这么大，你抱起我往钉子上摔，想让我破相，事后还满嘴不是故意的。秦二奶奶一愣，没想到这陈年旧账竟然被翻出来。三叔，宝儿不怕，都过去了，要不是老爷子告诉我，我都忘了还有这回事。口口声声自称我二婶，仗着长辈身份四处欺负人，还想让我孝敬你。老太太，我看你不如两眼一闭，梦里啥都有。秦淮河，你咋说话呢？有你这样的吗？再说了，那死丫头片子可未必是你大哥亲生的，亏你们还这么疼他呢。我呸！这死赔钱货不过是小杂种，说不定是许春燕和哪个野男人生的呢。老钱婆，
你瞎说什么？那冷飕飕的眼刀子仿佛能活剐了秦二奶奶。嘞，赵兰抱着宝儿在边上看着。老太太，你刚说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我说，秦淮河，你什么毛病？我招你惹你了？你是没招惹，但你家老太太招惹了。她一大把岁数，我可不敢打，免得叫她给赖上，那只好拿你出气了。秦淮河，你给我撒手，你给我放开，不准打我家山子。怎么，这就心疼了？我对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告诉你赵大花，你要是再敢刀逼刀，再敢说我家宝儿半句不好，你信不信我把秦山2条腿打折，再把他舌头拔了，让他这辈子都当一个哑巴。你，这秦淮河长得艳，但从小就是个混不吝的，想当年也曾是个混世魔王一样的人物，后来娶了媳妇，有了孩子，成了个当爹的，总算是收敛了。所有人都不敢拉架，也不想拉架，放谁身上谁都会揍他们，大伙早就看不下去了。说我家宝儿不是我大哥亲生的，我看赵大花那眼珠子不如不要了，反正也就100射。宝儿不是我们秦家的孩子，又还能是谁家的？往后这话再被我听见，我不管他是谁，看看秦山这下场，都给我皮子绷紧点，不然可别怪我翻脸。哎呦，这咋还来气咧？赵大花他嘴上没个把门的，撒胡话都敢往外冒，但咱们可不一样。可不是嘛，宝儿那孩子一看就是老秦家的种。行了，散了，都别看了，赶紧干活去，地里还一堆活儿呢。小宝儿，听三叔的，往后再有人说你，你就回来告诉我，三叔帮你揍他们，别往心里去，拿他们当放屁，狗嘴吐不出象牙。三叔，你真好。那是，咱老秦家就没有不好的。接下来几天很平静，秦青有空就跟着三叔上山，遇到秦二奶奶几次，秦二奶奶每次都拉长脸，一见到秦青就瞪眼。许春燕回城时因偷了老秦家的钱挨了顿毒打，这阵子脸上青紫好的差不多，总算能出门见人了。他那个未来会发大财的发小叫殷玉行，殷父是春城木材厂的车间主任。殷哥，走啊，咱一起去公共浴池泡澡堂子啊。去个屁，老子还有事儿呢，没空陪你们。况且谁家大早上的泡澡堂子，要泡也得是晚上泡。殷哥今儿换了一套新衣裳，是不是想去老莫看那个服务员？知道还问，走了，回头见。咱二流子又出门了，整天游手好闲，殷主人家也真是造孽，咋就生了个这样的，真是不省心的。可不是，前几天带着一帮人跟人干仗，听说还进了叔叔局呢，被叔叔关了1晚上，挨了不少教育。我看他是死性不改，等着看吧。就他那个臭脾气，整天称凶斗狠的，迟早把他自个儿送进牢里。外人说殷玉行闲话，他不在乎也不解释。那天他干群架时看到老莫那个服务员被一群人堵在巷子里，他觉得自己揍人没做错。没长眼啊！当行，脑子有病，松开！安行，你最近还好吗？我下乡这几年心里一直很惦记你。许春燕，你疯了吧？你不是已经结婚了，还生了个孩子，脑袋被驴蹄子踹了，在这恶心谁呢？还什么惦记不惦记的？这人脑子8成真有啥毛病？忘了以前他指着我鼻子骂我二流子，只因无意中多看了他一眼，就以为对他有非分之想，还让他妈来我家闹，害得我被死老头子抽一顿皮带。安行，我以前在乡下，我离婚了，孩子没跟我，那户人家真的是……滚犊子，少在我这磨叽，你爱离不离，跟我有什么关系？明明他对我有意思，下乡前他没少偷看我，我还真就不信了，我还能拿不下你？秦家这老房子翻修了好几天，总算竣工了。娘，这是分好的兔子肉，等会儿让老二去县城给怀凤。怀珍那边我亲自走一趟。秦家大姑姑嫁得好，如今已经变成吃上商品粮的城里人，但小姑姑秦怀珍嫁到另一个生产队，那边日子过得比黄土岭还穷。奶，宝儿能一起去吗？成，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正好咱俩一起去刘家村看你小姑。赵兰、赵平你俩一起去，正好路上轮流背着小青青。奶，
小姑姑长什么模样啊？她可好看的咧，咱宝儿这小嘴巴就跟她长得一模一样，都很小巧。宝儿要下来走。那好，如果宝儿累了，一定要告诉哥哥，知道吗？在这歇歇脚。出发前听家里提过小姑姑家可穷了，这些年老秦家没少接济小姑姑家，这几斤兔子肉肯定不够吃，刘家那边人挺多呢。呀，大哥哥、二哥哥，快看，是野山鸡！快，赵兰，看好妹妹，赵平跟奶一起上，快把那只鸡拦住。这可真肥实，好肥的鸡，咱这运气真不错。还是咱们宝儿有福气，这是老天爷知道宝儿他姑日子过得不容易，正好咱们走亲戚，特地给宝儿他姑送来的口粮。这福气娃娃的名声还真挺好用呢。呀，是姥姥。二下，你娘呢？妈在地里呢。妈，姥姥来了。娘，您怎么来了？宝儿长高了，上回见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宝儿，去玩吧，别跑太远，知道不？奶是怎么了？难道有什么话是孩子不能听的吗？不开心，想听八卦怎么办？走吧，宝儿。大安哥、二平哥还有小宝，走，咱们去吃烤地瓜。吃地瓜，宝儿不饿。老秦家穷是穷了点，但好歹孩子们脸上有点肉。可再瞅瞅这三位表姐，瘦得跟小骷髅骨似的。哥哥，姐姐，快吃！呀，这是啥？好香呀！姐姐不饿，姐姐不吃，宝儿快揣起来，留着回去路上当零嘴吃。二表姐，你手怎么了？受伤了？是谁打的？不是奶奶打的，不是她，对了，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什么撞的？哪有人会撞成那样？二下胳膊上那个伤，分明是被人掐的，而且还紫黑紫黑的，这得多疼！走，我们告诉小姑去。不要，真是我自己撞的。还有哪受伤吗？迷了。不行，走。我上回跟你讲的那件事，你咋打算的？娘，别提了，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你还知道我是为你好啊？这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你咋就不能像你大姐似的刚强一点儿？如果是你大姐遇上那种恶婆婆，早把老刘家给掀翻天了。照我说，你还不如离了，带着二下他们回咱老秦家。娘，您就别惦记我了，我和二下他们挺好的。好个屁！你自己挺大一个人了，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不要紧，但总得想想二下他们吧。我一看那刘婆子，我就知道她不是个善茬儿，而且自从大春那孩子一死，那刘婆子平时没少数落你们娘几个。别以为我住得远我就不知道。行了，我也不和你讲了，你就走吧。这儿有几斤兔子肉，还有一只山鸡，是我们几个半路上逮的，你自个儿偷偷藏起来，等回头趁着老刘家不注意，再拿出来炖了，给二下他们补补身子。宝儿，这是咋了？咋还不高兴了？是谁惹你生气了？奶，小姑姑，看，咋回事？二下，你胳膊是谁掐的？走吧，赵平，咱俩先出去。孩子身上没一块好肉，全是青青紫紫的。我们没事，我们没挨打，二姐护着我们，二姐帮我们挡下了。二下不但两条手臂青青紫紫的，肋骨处一大片乌青，肚子上有个黑乎乎的脚印子，后背上也全是淤青。到底咋回事？三秋和四东嘴上说着没受伤，但其实也不过是比二下轻一点而已。二下，妈，你别跳河行不行？傻闺女，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二下姐，你为什么要说小姑姑跳河啊？少婶被撵回来了，她就跳河了。二下不想妈妈被撵走。赵婶，那不是住你家对面那个吗？上个月跳河了。离婚了，回到娘家后受不了外面的风言风语，就一时想不开。
唉，夏，你老实跟妈说，你这些伤谁干的？是你奶奶吗？她是坏奶奶，她白天把妈支走，一逮住我们就想打我们，骂我们克死了哥哥。二姐护着我们，可二姐被打得好疼，还不敢告诉妈，他妈被撵走，怕妈跳河。他凭什么啊？他凭啥？这位姥姥，坏了，赵兰、赵平，快拦住你们小姑姑，快把她拽回来！秦兆安反应过来，立即追着秦怀真跑出刘家，可秦怀真早就没影了。老刘家的，我刚看见你亲家了，这是又来你家走亲戚了。你们一家子也真是有福气，摊上个这样的好亲家，隔3餐5地就过来接济。什么接济不接济的，讲话至于那么难听吗？说的好像我们全是要饭的。呸，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不是二下他娘吗？这是咋了？咋还拎把菜刀来？看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气成这样呢？秦怀真是个软性子，平时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响屁，婚后这些年没少被刘婆子搓磨，这会儿看到她这样子，大家都愣了愣。你怎么过来了？你地里头忙完了，别以为你娘来了你就不用干活了。哼！哎呦，住手！快住手！二下娘，你干什么呢？我可是你婆婆。婆婆，我拿她当婆婆，她有拿我当过儿媳妇吗？我总觉得啊，这日子都是熬过来的。平时她对我什么样，我都懒得提了。我娘家问起来，我也只能报喜不报忧。我知道真要是把事情闹大了，肯定不好。毕竟我还得和刘刚过日子，我得把我闺女们抚养成人。可她都干了什么啊？她平时骂上2句，不痛不痒的，我就当没听见。我不跟她计较，她使唤我干活，我也都听着。可她凭什么那么对我闺女啊？凭什么把我闺女往死里打啊？啥情况？怎么回事？二下娘到底在说什么来？嘿，我前看见刘婆子把二下那丫头按在地里，抓起一把土就往我孩子嘴里塞，骂人家是个没用的赔钱货，使劲的打人家。我跟人说时还没人信我，都以为她是亲奶奶，肯定不能那么狠心肠，肯定不能那么对自个儿的亲孙女。这下可好，纸包不住火，她终于露馅了。赔钱货？你说谁是赔钱货？我闺女怎么就变成赔钱货了？你就这么喜欢吐？你往我闺女嘴巴里再吐，那我就让你吃个够。你胆肥了，等回头刚子回来，看我不让他收拾你！你给我住口！二下娘，快起来，先把你婆婆放开，有啥不能好好说的？还真想闹出人命咋地？住手，都住手！真问，你是想下嘎我咋的？平时闷声闷气的，突然干出这种事，你是想吃花生米啊，还是想炖大鱼啊？你要是进去了，二下他们可咋办？娘，我心疼啊，那是我孩子，那是我闺女呀。大春已经嘎了，山里牙崩了，大春被石头砸嘎了，我就只剩下二下他们了。二下他身上那些伤，胳膊上、肩膀上、肚子上、背上，还有腿上，浑身上下哪儿都是。二下是挨了多少打？那是下嘎手啊！要不是我闺女命大，要是个大玩意儿，我以为你顶多是嘴上不记得，以为你顶多是平时吼几句，感情你还敢动手？那么打我外孙女，你也不怕遭报应？咋不来到雷劈嘎你？有热闹看，有热闹看，谁家又干起来了？哎呦，刚子啊，快来呀！你媳妇疯了呀，她想砍嘎我啊！还有你丈母娘，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呀！秦怀真，咋回事？你敢砍我娘，还不让你娘住手？宝儿，没事吧？刚刚他有没有撞着你？没撞着。这破小短腿，穿都穿了，穿成3岁也就算了，好歹配个瞬间转移呀，是想赶不上任务的。还好，也算赶上。咦，哪里不对？赶上啥？咦，这是癫痫吗？什么是癫痫？
宝儿也不知道呀，宝儿也是听人说的呀。听说这癫痫是能传染人的，时不时的就抽风呢。刘婆婆，你别碰她呀，不然你有癫痫了。哎呦，我的天呀，这还真传染啊！该不死不饱，伺候未到，这是缺德事儿做多了，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妈，奶不好了，奶不好了。这是咋的了？奶，喂小姑姑喝水。妈醒了，妈醒了。老，我妈这是怎么了？妈会不会死？没事了，醒了就好。你妈这是大悲大怒导致晕倒的。走，咱回家。爷爷奶奶，你们不要碰他们，过半小时他们就自己好了。嘿，可不，半小时后他身底下电击棒就没电了。奶，疼吗？可不，大正中一击呢。看你小姑手，心疼死我了。你那傻姑姑不懂拿刀北派。娘，你要不要听听你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奶，你是真虎啊！真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带上孩子跟娘一起走。这老刘家是真不能带了。别犹豫了，都啥时候了？今儿要不是他关键时刻发病了，咱几个老的老小的小可打不过。娘，对不起，当年不少人上门提亲，你让我家城里去，是我没用，是我不听劝，选了这样的人家。傻孩子，说啥呢？当年刘刚诚意十足，3天2头来家里帮忙干活，是个女的都被打动，不是你的错。谁知他刘刚这么会演，婚后跟大老爷似的等人伺候，好吃懒做。你跟黄牛似的，家里家外全包，还3天2头被搓磨。你今天不跟娘走，明天娘也跟你一样丧子。这家人不是人来的。秦怀真婚后有1儿3女，大儿子出意外走后，老刘家不但拿秦怀真当免费的老黄牛使唤，还不给吃饭和家暴。老人心疼闺女，老劝她回老秦家，但她一直不表态。娘，我们娘几个是4口人，是4张嘴，咱家。我是你娘，咱老秦家是你家，还能让你们饿死不成？这都啥时候了，还想那些有的没的？外头那些碎嘴子真要是敢议论，让他们来找我，看我不出嘎他们。生了个什么玩意？抱抱萌宝消消气，老心脏受不了。总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胡乃真善。赵伦、赵平，帮你们小姑收拾东西，把衣服袜子啥的全带上，咱带你们小姑回家。对了，还有那几斤兔子肉，还有那只野山鸡。奶，收拾好了。这姑姑就2套衣服，表姐只有身上穿的那件。小姑姑，您想开点，咱家日子会越过越好的。要不是今儿彻底和老刘家撕破脸了，他是不会给娘家添麻烦的。他知道娘家那边过得也不容易，加上大嫂走了，大哥瘫了，但不走，今晚母女4人可能真会被打死。不打死，3个女儿也会被卖掉。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老钱婆打骂了。哎呦，这不是秦家婶子吗？这娘几个哭的眼皮都肿成一条缝了。这是咋了？这娘几个难道被婆家撵回来了？不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生产队。娘，出什么事了？那丧天良的，就没见过这么……赵远，去地里把爷爷他们喊回来。老2、老3还有老4，抄家伙，跟我走！当咱们全家绝了不成？敢这么欺负咱家闺女、外孙女，饶不了他老刘家。爹，放心，他们跑不了，咱先出了这口气。至于你说的那件事儿，咱们双管齐下。那个哒哒哒的，他还长本事了。他们娘几个最好这辈子都别回来，不然看我不弄嘎他们。刘婆子胳膊挨了一刀，脖子也出血了，血已经止住了，看样子用不着缝针，但被打了整整1击，
特别是秦老太那个人才，手打痛了，拿胳膊肘捅，是真疼啊！上午咋感觉全身被电过一样，四肢抽搐着瘫在地上，还口吐白沫子，现在都一抖一抖的，是不是得了啥怪病？癫痫又是啥？为什么全村人都说我得了传染病？把他按住！人家是咋打咱们二下的？妈，你哭了好不好？妈就是心疼你，往后要是再有这种事，你别一个人瞒着，得赶紧告诉我，知道不？妈，我不疼，我说真的，一点都不疼。哪能不疼？真儿，用不着这样，咱都是一家子，住在一起多正常的一件事儿，你不用有负担。四嫂，我知道。小姑姑回来后，抢着把家里能干的活全都干完了，每天就吃几口饭。3个表姐也一样，全家都愁得慌。都是穷闹的，这年夜风气这么严，怎样才能带大家挣钱呢？老太婆，快看，哪来的？开荒发现的，挖出不少呢，每家都分了好几筐。哪来的粉条？宝儿，是我妈做的，妈以前跟赵婶儿学的，赵婶儿从前在粉条厂上过班。粉条厂？我以前跟刘家邻居处得好，是赵嫂子教我的。爷，多吃点，可好吃了。宝儿跟二叔去过公社，供销社也有卖这个，卖的可贵啦。爷，供销社能卖，咱家能卖吗？如果能卖粉条条，小姑姑就能挣钱了。宝儿，不行的，不能卖，那是投机倒把呀。可是刘家村不是能卖东西吗？宝儿回来时看见过，有人挑着扁担卖山货。卖山货赚到钱，是所有人一起分的，咱们自己家不能做买卖的，那就一起赚，一起分。好歹多一条财路，小姑出了力气，往后也不用小心翼翼的生活。老头子，真儿，等会吃完饭，你跟我去见大队长。爹，这是咋了？你安心便是，咱宝儿真是个小福星。咋的啦？又咋的啦？宝儿只是和二下姐聊聊天而已，宝儿才3岁半，宝儿可啥也不知道。咋样？大队长同意没？同意了，以咱们大队的名义办个粉条作坊搞创收，等回头挣了钱，咱们大伙一起评。哎呦，你看这日子肯定越过越好，这不，往后这红薯粉做起来，就算你身体不好，干不了农活，也照样能养活二下他们。娘，是啊，我不是负担，不是拖累，不会连累这一大家子，我也能自力更生。没几天，秦老哥，我今儿特意去了公社，你猜怎么着？别卖关子了，这几天我家怀真都没睡好，说说怎样了？批下来了，一会我亲自挨家挨户收红薯，怀真好好干。忙碌了几天，咋样了？来，供销社不肯收咱的货，说咱们做的粉条比不上县城那些大厂子的，所以第一批红薯粉做出来，销路又成了个问题。如果不是集体财产，还能让老三以前那些猪朋狗友去试试，可这是公家的。娘，让老三去试试吧，老三嘴巴溜。可不，三叔能娶到三婶，这嘴皮子占了大半儿功劳。明天我和老三带着红薯粉去附近几个生产队里叫卖叫卖，看看有没有人买。这晚二叔失眠了，第二天一早两兄弟就担着红薯粉出去卖，一直到下午6点没回。怎么还没回？早上没吃，中午没吃，这个点还没回，会不会被？闭嘴！等下，咋这么晚回？都坏了吧？咋回事？卖不动吗？唉，没关系，咱再想办法。臭小子！娘，北野，跑不动了。咋样？都卖完了吗？都卖完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早上也不等做好饭再去，好歹带点吃的，中午垫吧肚子。俩人头一回干这事，起初提心吊胆，但后来开了单，见到钱也就放开了，叫卖起来越发卖力，直到下午3、4点，还有一半没卖完。俩人一合计，这时大家都在地里秋收，
又一个生产队的跑地里叫卖。昨晚他都没睡。这不是全村的红薯几乎都在咱家吗？卖不出去，别人怎么看咱家？怀着以后怎么待得下去？你来的刚刚好。咋样了？全卖完了。这粉条生意也就做了1周左右，可竟然赚了100多块钱。这些日子秦家几个媳妇都不上工，跟秦怀真忙得昏天暗地的。如今见到钱，大伙都笑了，往日的疲惫都一扫而空。秦家几个媳妇各自分到5块，怀真分到了9块8钱。老二老三跑业务一天，叫卖一天，各自分到1块。这可比种地划算多了。就算老二他们每天挣满10公分，1个月也才9块钱，这都顶上老二1个月的收入了。多亏了几个嫂嫂帮着我，南河哥嫂们没嫌弃我们，还帮助我。有这样的嫂子，有这样的家人真好。多亏了咱们宝儿，如果不是宝儿提起这茬儿，咱可都没往这边想。宝儿是咱的小功臣，是宝儿救了小姑啊。宝儿，明天小姑带你去公社好不好？给咱们宝儿买肉包吃，再扯点布料，让你四婶给你做套新衣裳。老四媳妇不但做饭好吃，缝纫手艺更是出了名的好，家里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带头做的。小姑姑，宝儿不吃肉，宝儿有衣裳穿。小姑姑给二下姐姐们做，我衣裳虽然缝缝补补，料子早就洗旧了，但有2套，能来回换着穿。二下她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昨晚二下的衣服被小姑姑洗了，她一整天没出门，在屋里裹着小被子，因为没穿的，比起我，还是二下她们更需要。宝，听你小姑的，你小姑疼你，这钱也确实该让她花。第二天上午，现在已经秋收了，生产队唯一的牛车被大队征用了，只能步行去公社。宝儿，走，带上赵安、赵平，路上能照顾小的。万一宝儿又丢了怎么办？啊，我也去，我也要去，我也去。歇一会，哥哥吃，姐姐吃。这孩子总能变出许多东西吃，一问就是跟着哥哥们在山上摘的、捡的，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宝啊，天冷了，山里的果子也都摘完了，就只剩下这点了，不要再分了，留着好不好？你自己吃，多吃点，姐姐们不馋的，姐姐们不想吃。有点奇怪，山里的梅子8月比较多，等进入9月就几乎看不见了，而这时天气都冷了，都已经10月初了。宝儿到底从哪儿摘的梅子？宝儿儿孙，宝儿不想吃了，可是再不吃就坏了。宝真不吃了？不吃了，宝儿不想吃了，而且宝儿有这个。小姑姑吃。小姑姑，家里还有呢，一小筐呢，哥哥们、爷爷奶奶们都有。这孩子怎么像个小人精似的，连我在想什么都能看出来。宝儿真是贴心小棉袄。应该不会再碰上抄家的了，别又被那粗暴的打砸行动吓到宝儿。秦兆平也是一本正经的，把二下几个丫头看得一愣一愣的。保安哥，上回我爸带宝儿来公社买粮，当时宝儿和家里走散，差点出大事了，宝儿吓坏了。真没想到，上回公社那件事，自个儿没早的，但家里竟然留下这样大的后遗症，怪不得小姑姑今儿带着自己来公社，奶说什么都要大哥哥和二哥哥跟着一起过来，家里另外几个哥哥也全都玩偶直叫。怎么办？酸溜溜的想哭，怎么这么有福气呀？这家人真是太好太好了。走，咱先去公社，先把布买了。然后他们齐齐走到秦兆安身旁，围住被秦兆安抱着的小宝，像人肉墙一样保护着小妹妹。秦怀真听完这事儿，也立即紧张起来，看他这模样，是打算速战速决了。秦青身子小，布料用不了多少，又买了点毛线，打算给秦青织件毛衣穿。从供销社出来，马上带着孩子到包子铺买了2个大肉包子和5个馒头。宝儿趁热吃，另一个带回去给你当晚饭。秦青拿着热乎乎的肉包子，看了看哥哥姐姐，
吃独食心里不好受，但这次撒娇也没用，哥哥姐姐一口都不肯吃，让他吃，他吃了半个说饱了，剩下半个也被收起来，留着他饿了再吃。啊，啥时才能实现吃肉自由呢？全家一起吃肉，可劲玩的吃，不用缩衣节食。正要回家，公社那边突然闹起来。咦，这不是上回在公社抄家的那些人吗？可这是咋啦？我呸！这些二流子公报私囊，平时带着个红袖标走街串巷，整天欺负咱们这些老百姓，这是报应啊！也不知是谁举报的，他们横行无忌，这下总算遭难了。真是帮咱们出了一口恶气啊！是他们？怎么了？这群人咋这么缺德，竟然把人往死打，还吓坏了咱们的小宝儿。走走走，咱回家，咱不看这热闹。万一等下发生啥事，见了血，再把孩子吓坏了。是你啊呀，是那个漂亮小哥哥。你还记得我吗？这可怎么办？本以为只是萍水相逢，但没成想遇见了。我当时那些东西没法解释。啊呀，宝儿忘记了，宝儿不记得啦。没关系，我认得你就好。宝儿，姨姨，我叫楚鹏，我家住在这附近，您可以等我一下吗？上回妹妹帮了我家好大一个忙，我和外公外婆一直想感谢。上回宝儿身边很少离人，上次在公社曾短暂走失过，难道是那时候遇见楚恒？宝儿，怎么回事？你见过他？宝儿真不知道啊。楚恒让我们等他，我们到底要不要等呢？不知那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一会儿，姨姨，事出突然，家里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我家住军民胡同9号，我外公叫徐殿清，外婆叫罗婉珍。以后如果有时间，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客。他不知袋子里是什么东西，但拎着挺重的，想拒绝，只是没等他开口，楚恒就已催促道：这2天公社不是很太平，别把小妹妹吓到。姨姨，我先走了。他转身离开，临了瞥向不远处人群里那些曾在他家打杂的人，见他们灰头土脸，6岁的他唇边冷笑，这与年龄不相符。他向来睚眦必报，自外公外婆挨打后身体一直不好，他就想保护老人，前几天写了几封举报信。几人慌慌张张回到家，小姑姑，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里头好像全是书。果然是小人书，是连环画。没成想楚恒竟然这么会送礼物，这些连环画正是孩子们喜欢的，在这年代很流行，尤其是农村，谁家孩子若能拿着一本连环画出门，那妥妥是整个生产队最靓的仔仔，会叫大伙一窝蜂的聚拢过来。几个小哥外出回来，这连环画的出现果然引发了轰动。这个是我的，我要看这个。我不，我也要看这个。给你这本，这书都是字，你看我认识字吗？你都读1年级了，都考全班第1了，你还不认识？我都没读书呢。我那是倒数第1好吗？反正你都考5分了，比我强。我蒙的。哥呀，难道就没你喜欢的答案吗？怎么考5分的？是谁说自己是文化人的？别人凭实力，我凭运气，不也拿第1吗？哼，你厉害。嘿，我考完试拿成绩回来，有竹笋炒肉吃，一样是第1，我哥只能靠边站呢。我敢靠近吗？我爸都靠边站呢。竹笋炒肉很好吃吧？是啥肉？四东4岁了，就来外婆家才吃过2次肉，可好吃了。4东以后也要考5分。哎呦，看你嘚瑟，骗小孩呢，还吃肉，嗷嗷直叫的不知道是谁。还好我们没分家，差点信了。好厉害！防空洞是什么？是山洞吗？咱们山上也有防空洞。六哥哥，防空洞在哪里呀？就在山上呀，之前不是开荒吗？就在荒地附近。嗨嗨，防空洞正好适合做小手脚。走，六哥哥，咱们去防空洞，去打枪枪。打枪枪。
在小六的带领下走进那个防空洞。大哥哥，这里有香香。大哥哥，打开看看。衣服，军大衣。哇塞，10几只箱子，不会都是衣服吧？有衣服穿喽。我不用再穿第8手衣服了，那我不用再和你抢衣服穿了。凯凯，这么说我不用再穿第6手衣服了。唉，大哥哥，这些东西太多了，咱几个搬不动，快回家找奶奶。秦老太正在地里干活。美莲啊，这眼瞅着天气越来越冷了，回头你来我屋里一趟，我那屋有件棉衣，改一改，应该能给宝儿凑出一套棉袄棉裤来。去年冬天孩子身体弱，小宝儿一直在家没让出门，怕生病。最近孩子老爱往外跑，像去年那样把孩子拘屋里也不是个事。可是，老太太也只有一件棉袄子而已，如果把那件袄子做成小衣服给宝儿，老太太冬天可就没穿的了。我都这把岁数了，冬天在家里待着，也能多享点福气。奶，是，真的假的？真的。哎呦，咱家宝儿可真是个福娃娃，这还真是缺啥来啥。生产队的孩子们闲得漫山遍野的乱窜，那防空洞以前也有不少孩子去过，但那些孩子可啥也没发现，换成咱家宝儿却碰上了这样的好事儿。快，趁着大伙没下工，把那些东西拿回家，免得叫人看见喽。奶，东西太多了，我们拿不动。是啊，拿不动，那到底是多少？带你去看就知道了。啊，干嘛？疼吗？你说呢？疼。哈哈哈，不是做梦呀。你为什么不掐你自己？掐我不疼吗？我又不傻。哦，还好我们离得远，大人不是说吗？枪打那傻鸟，枪打出头鸟，笨蛋。哼，奶，嗨嗨，借着这个防空洞，让全家鸟枪换大炮，从头我装到脚上，甚至连鞋子、袜子、内衣裤都准备齐全了，就是尺寸得改。奶，咱家有衣服穿了，有被褥盖了。宝儿又救了咱们家，咱又跟着宝儿沾光了。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回家又是个问题，如果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扛走，难保不会引来一些红眼病。要不让孩子们继续守在这边，我继续回去参加秋收，找机会和儿子媳妇们通个气。哎呦，可了不得，宝儿真是太有福气了。皱了。很快，全家都知道了。这次再次坐实了秦青的福娃娃名声。天快黑时，大伙陆续收工了。有多少？10几箱呢。咱现在去搬吗？不稳妥，这时去搬路上难免不遇到人，难保不会引来一些红眼病。经大伙商量后，决定等半夜大家都睡着后再偷偷搬回来。我去看着孩子，给孩子带点吃的，你们等大伙都睡了再上山。也好，天黑了，孩子们怕。二叔，你来了。二伯，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先吃点东西，咱们等大家都睡着了再偷偷回去。这件事都不可说出去，知道吗？老秦家眼巴巴地瞅着外面天色，心急如焚。差不多了，走走走，咱们上山。大家赶到山洞，看到小的熬不住睡着了，大的孩子强撑着熬着，手里棍子都不敢放下，心疼不已。虽然早就知道有10几箱，但看到食物，大伙还是惊吓到了。还好我撑住了，还好，保住小妖了。快看看，先清点，到底有多少东西？娘，我这边是18条军大衣，我这有10条大被子，还有14条褥子。我这边是10件毛衣，20多套上衣，还有裤子、袜子，还有鞋子，还有布料。娘，咋感觉跟发了大财似的？
可不正是发大财？这么多东西，真要是花钱买，就算把家里全部积蓄拿出来，都未必买得来。有这么多东西，总算不用犯愁过冬天。这些箱子里全是大人用的，味道不是太好闻，回头的洗一下。另外挑几件给孩子们做些新衣裳，但这军大衣太打眼了，咱得用别的布料包在外头，免得叫人发现了。这是晴晴以前不小心买了别人压箱底的库存，那时刚工作贪便宜，不过现在正派上用场了，没点味儿也解释不通。可是咱家这情况，大队里全都知道，这些东西传出来，万一被人急呢？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得不考虑。怕什么？凤儿在县城上班，她男人也是县城的工人，回头就说是凤儿托人给咱带回来的，是她孝敬我们老两口的。这个理由正合适，也能堵住外头那些人的嘴。哎呦，亲家孙子，你家咋洗了这么多衣服，全是好料子来，一个补丁也没有。哎呦，还不是我那个大闺女，我家怀凤嫁进县城了，这个大伙儿都知道，这不是天冷了，她就托人送点东西回来。您脑壳真命好，不像旁人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全都顾着他们自个儿的小日子，哪还有空点进娘家啊？那是，主要是怀凤她婆家以前有过一段日子不太容易，我们老亲家当时条件好，也没藏私，这亲戚之间就是这样，过日子相互扶持。宝儿醒了，宝儿才是咱家的大功臣，不过这事儿咱得藏着点，免得叫那些人眼红。对了，老四家的，咱宝儿的鸡蛋羹蒸好没？就快好了，再等几分钟就能出锅了。冲，那我带着宝儿去洗脸，等把它收拾完，正好也能开饭了。那鸡蛋羹是特意给小宝儿蒸的，就只有1碗，别的孩子都没有。你们几个昨儿咋还上山了？昨儿光顾着兴奋这批物资的事情啊，倒是把这事儿给忘了。爸，宝儿昨天从公社带回好几本连环画，可好看了。我们几个跟着宝儿去山上的防空洞打枪。连环画？哪来的连环画？哎呦，这可不行，咋能白拿人家东西呢？那孩子住居民胡同是吗？不行不行，等明儿我跟大队长请个假，咱得谢谢人家。宝，你咋和那个楚家小孩认识的？宝儿忘记了啊，宝儿也不知道呀。见问不出什么来，秦老太只得作罢。大人去上工后，宝跑去厨房。上次二叔去公社买的粮食已经快要吃没了，好在秋收之后生产队就能分粮了，还是偷偷加一点吧，起码这几天婶婶们不用抠抠搜搜的。